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晚上宁可饿着也别吃这4种食物，想要一觉睡到天亮，学学这2招。俗话说，能眠者则长生，睡眠对于一个人的健康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，尤其是脾胃虚弱的老人，晚餐至关重要。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，晚餐乱吃或者是不吃是会损害我们睡眠的。医生告诫，平时晚上要少吃，但吃这几种食物还不如不吃，影响睡眠易生病。1. 坚果，因为坚果里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这对人体十分有益，甚至还有助于减肥。但是因为脂肪本身消化的也非常缓慢，晚上吃太多的坚果非常的不容易消化，尤其是在里面添加了黄油和盐炒制的元素的坚果，这会导致腹部脂肪的堆积，所以在临睡前不要摄入高脂的食物，实在饥饿的时候可以选择喝杯热牛奶，吃一小块的面包。2. 甜味食物，有些孩子晚上不正经吃饭，家长就会给孩子吃点甜甜的东西补充能量，但是糖果、巧克力或者是一些糕点类的食物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很大的负担，尤其是晚上吃，这不仅脾胃得不到休息，还会被损伤，影响睡眠。脾胃比较虚弱的老年人也是同样的，晚上少进食甜食。3. 火锅，天气一寒冷，很多人就对火锅特别的喜欢，很喜欢在家做火锅吃。火锅这种食物能够给人们带来充足的热量，并且能带来刺激的感觉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刺激，才导致很多人的睡眠出现问题。人在睡眠的时候需要宁静的环境以及放松的心情，在吃火锅的过程中，辛辣食物短期内会对大脑进行干扰，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刺激，导致无法入睡。4. 茶叶蛋，很多人喜欢在晚上吃茶叶蛋以及松花皮蛋一类的食物作为下酒菜，但是鸡蛋本身是不太容易消化的食物，白天吃可以，但晚上吃很容易就影响睡眠，还会给身体加重了负担，损伤脾胃，并且皮蛋经过变质发酵之后，会造成其中含有大量的铅元素，经常食用对人体是有害的，也会导致无法入睡。当然，要想睡个好觉，除了不要在睡前用脑过度，还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。2. 学2招，让你一觉睡到天大亮。睡前放松放松，除了可以在饮食上注意，还可以在睡前做一些简单的放松运动，这里推荐2种。1. 泡脚，睡前用热水泡脚可以加速人体血液循环，缓解一些身体酸痛的小毛病，从而帮助放松身体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泡脚能起到一定的助眠作用。泡脚方：党参30克，白术30克，黄芪30克，酸枣仁20克，夜交藤30克，碎磁石30克。功效：党参、白术、黄芪健脾益气，配以酸枣仁、夜交藤，以滋阴宁心安神。碎磁石能够平肝潜阳，安神镇静。需注意的是，泡脚的水温以40到45摄氏度为宜，感觉温热即可，大约泡10到15分钟，身体微微出汗即可。2. 腹式呼吸，睡前太兴奋，心里想的事情太多，就容易睡不着。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建议在睡前静坐，配合腹式呼吸，放松身心。练习方法：全身放松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吸气时用鼻子，嘴巴闭紧，呼气时用嘴巴长长的呼出来，最大限度的向内收缩腹部。吸气时4到6秒，呼气时2到4秒，重复10到20次。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。1. 营造一个适合睡眠的氛围。卧室布置以简单清新为主，窗帘、床上用品等的颜色不要太过的花俏，最好选择浅色，同时注意保持清洁。2. 灯光会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，建议在晚上最好不要开着灯睡，白天睡觉时要拉上窗帘，窗帘最好加遮光布，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，帮助入睡。3. 建议关掉手机或调成静音，尽量的使睡眠环境的噪声不要超过50分贝，
如果觉得室外太吵，可以适当的考虑戴上耳塞。4. 夏天为了开空调凉快，很多人有关闭门窗的习惯，其实这样不利于室内二氧化碳和其有害的气体的排放。如果睡觉时给卧室门窗留条小缝，可以睡得更香。5. 晚饭7分饱。对于老年人，晚饭建议不要吃太多，保持7分饱即可。合理的饮食才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。如果吃得过饱，睡觉时间消化系统还在辛苦的工作，则就会影响入睡。所以老年人在饭后可以适当的走走，帮助消化，减轻负担。睡觉时有助于早点入睡。6. 适当的运动。很多老人因为腿脚不方便，害怕摔跤，都不怎么爱动，这对老年人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，也会影响晚上的睡眠。适量的有氧运动能够舒展身心，当身体感觉到疲劳了，则就更容易的入睡了。所以老人们平时可以多运动一下，可以通过散步、太极拳、瑜伽等的温和的方式达到运动的目的。7. 减少午睡时间。老年人本身睡眠时间较短，如果午睡时间过长的话，反而不利于夜间的睡眠。建议有午睡习惯的老年人要控制好时间，尽量不要超过60分钟。如果白天午睡的时间过长，晚上较精神的话，建议可以在睡前喝杯热牛奶，或者其他有助于镇定安神的食物，帮助入睡。8. 避免过多摄取醒神食物或饮品。生活中有很多是有助于提神的饮品，比如是浓茶、咖啡、红牛等。老年人建议远离这些饮品，并且对于有吸烟史的老年人，建议及早的戒烟，因为香烟也是有兴奋神经的作用，长期吸烟是不利于睡眠的。导致老年人睡眠质量差的原因有很多，一部分是因为老年人身体的各机能也慢慢下降，睡眠时间会比较短，所以大家普遍看到老年人是比较早醒的。还有的老年人因为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失眠，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、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、肥胖低通气综合症、夜间低血氧综合症等。无论是什么的原因，我们都需要及时的纠正，改善老年人的睡眠情况。老年人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，可以看看上述8点，尽量做到。药物助眠并非良策，时间久了容易产生依赖性，所以一般是不建议的。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措施改善，这也是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